豪门正统在海天，原汁豪肉熬出鲜。感谢鲜豪鲜熬真材实料的海天蚝油冠名播出。感谢柠檬也能嚼着喝，只要3口就上头的优酸乳嚼柠檬联合赞助播出。春季换新不用愁，天猫新货啥都有。感谢承包你春季购物车的天猫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重磅升级9维营养全覆盖的新一代飞鹤卓瑞奶粉赞助播出。打开微信搜索效果小程序，点击底部节目活动图标参与互动 ，call out 喜欢的演员上台咔咔。内娱老字号已经一致 ，Action！ 哎，咱们老祖宗最讲究中庸了。你要是过了呢，他就觉得你假；你要是低一点呢，就觉得你不够。现在倒好了，要么把你捧到天上去，要么就把你踩在脚下。以前条条是道，你金鸡他败花，现在条条是坎儿，演不好还被网友骂。4条是啊，接不住是坎儿，接住了就是东风。一夜爆火，以为自己可以高枕无忧、一劳永逸的人，咱见的还少吗？乘上东风，呼得快，凉的也快，耐心点儿，攒个清一色，岂不快哉？讲了半天打得来吗？李老师糊了啊！你这个人糊了，刚才就糊了。那你要谦虚什么呢？你这都是哄人玩嘛。糊了。张绍刚，名人不说暗话，各位好，欢迎来到由鲜豪鲜熬的海天蚝油冠名播出的主咖和他的朋友们，我是主持人张绍刚，欢迎各位光临。我们这节目啊，越录就越情绪复杂，录了几期了，一会儿有主咖，一会儿没主咖，嘉宾很难请，真的。所以这次我们就请来了一批稳重的嘉宾，我们就想让压场嘛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我们专门找了几个老字号的艺人，就是你知道，在他们面前，我只能叫小张，就这个辈分啊。他们出道的时候，我觉得在座的应该都没有出生，那会儿没有娱乐圈，那会儿知道怎么叫吗？叫文艺界，节目不叫节目，叫栏目，腾讯视频那会儿就得叫腾讯电视台，所以这些年，你这些。老同志们也很活跃，大家知道这些年娱乐圈死气沉沉的，是吧？是。老说没有活人感，年轻人说话小心翼翼，就这帮老年人口无遮拦节目里直接问嘉宾：“哎，那个你是整过容吧？哎，他是不是智商有问题？你们分了，多好呀，分了。”但是网友觉得哇。好敢说，他们太敢说了，是年轻人的嘴替。每次我看到这样的评价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我就是没赶上好时候。今天我们来的人多因为上了年纪了嘛，人上了年纪之后就特别爱跟团一摇就来。让我们有请内娱老字号旅行团出场。首先，让我们有请范志毅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张彩丽。
让我们有请李成儒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冲着谢谢要唱声，要靠你，要靠我。让我们有请王晶。让我们有请唐国强。好帅哦！亲爱的朋友们，让我们自豪地举起杯，英雄堂向阳美。最后，让我们有请倪萍。一杯。谢谢所有的小朋友们。宝宝，谢谢你啊！走了，慢点儿，慢慢走。爷爷奶奶，你们认真听讲，等你们下班了，我们来接你们哟。来，我们把掌声送给年轻一代，同时再次欢迎我们所有嘉宾的到场，欢迎各位。在座的这些老艺术家们啊，他们出道啊，确实年头太长了啊，那么好笑吗？真的年头太长了，所以他们的经历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们不太清楚。我们现在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们的故事。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收看主咖综艺。别怕，你不是进错了节目，只是为了照顾本期嘉宾，我们的风格也倒退30年。这种感觉就全对了。有人说内娱的活人感少，但这群活跃了久久的人却正在涌现。他们在各大综艺贡献了比年轻艺人更出圈的爆梗与名场面。这又是为什么？都说综艺是夕阳产业，可这些夕阳还是这么红。最早发现老人红利的当属李成儒，凭借毒舌老戏骨的人设，如坐针毡，如芒刺背，如鲠在喉。不知接到了多少竞演类节目的邀请。哎呦喂，这就是特别特商场的开创者，商界大亨，地道老北京，你如爷的商业嗅觉吗？怪不得能住上故宫东北角那大4合院呢。所以李老师也有底线，哪怕自己的电影只有24万票房，也敢锐评120亿的哪吒。不如我小时候看的哪吒闹。一看综艺这么好上，港片大导王晶也坐不住了，连上各种演技综艺，跟李成儒同台竞技。当然，竞的是谁的嘴更毒。你一进来就在演，一直在卖惨，你是计划好怎么说的？后来可能当导演不过瘾，他还做了王晶笑看江湖，但他也不光看，还乱爆其他大咖的旧事，说的那些话呀，我都不敢念，被粉丝一顿吐槽，成了江湖笑看王晶。最近还发起王晶全民造星计划，真是流量少少，口气不小。那号是7000多个粉丝，还敢说全民造星？你造得了吗？你先把自己账号造出来吧，你造吗？王母基安。至于唐国强老师，则是闯出了另一条赛道，他不是奔着综艺去，是奔着时代少年团去。虽然刚开始记不住人家名字，张真源，我是张真源，什么圈啊？不是，但估计是记住了人家的粉丝量，后来一有机会就合作。7个人。你别给我说时代少年团啊！还背痛包、挂吧唧、搞饭撒，不是他的圈子，他硬挤。爷爷们豁得出去，奶奶们也不甘示弱。倪萍老师，前央视主持1姐，主持风格非常多元。我们一起心疼你。年轻时候，观众就写信吐槽过他太喜欢煽情，现在大家在网上评论他太爱煽情。后来我落下煽情的名儿哈，通讯的方式都变了，但姐的主持风格还在坚持。同志们一生平安。但同时，他又很爱怼人，经常迷惑发言。电视上都特别能的他，生活中全是废物。有时候煽你，有时候煽你，很难想象这俩爱好能出现在一个人身上。但这可能就是真正的活人感吧，让我们敬每一个也许笨拙但依然努力生活的普通人。对，就是这种煽情。
虽然本期是老人场，但我们也请来了一位妹妹，她就是凯丽妹妹。特别喜欢大家叫我凯丽妹妹。本是国民度极高的老戏骨，但近几年最深入人心的是老人鞋代言人，她还是综艺《花儿与少年》的常驻嘉宾。哟，没错，她主要担任花儿以及少年。我女儿平时就叫我宝，虽然60多岁了，但还是爱落泪的小公主一枚呀。对不起。作为妹妹，凯丽也经常为35岁的哥哥姐姐们发声，呼吁打破就业门槛。所以本节目也做出表率，放宽嘉宾的年龄限制，为老人们提供就业机会。虽然平时没人敢冒犯老人，但想必他们自己之间有很多话想说。究竟这些老人们能焕发怎样的新活力？尽在本期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是不是放错了？怎么是嘉宾年轻时候的照片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不小心在照片上沾上了海天蚝油，让嘉宾们返老还鲜了。你擦掉就好了。哎，那你也太不小心了，下次记得把海天蚝油加在它该在的地方啊。哇，不愧是海天蚝油原汁蚝肉熬化，加一点就好鲜好鲜。我们精彩继续。我重新介绍一下啊，欢迎各位文艺界的朋友来到腾讯台的主咖栏目，我是主持人小张，一个一个给大家介绍一下。首先，唐国强老师演过很多大人物，是吧？被称为帝王专业户，场上年纪最大的嘉宾，排名第2大的居然是李成儒。啊，说明什么道理啊？光头是显年轻。成儒哥地道的老北京，当年下海经商破产，然后拍戏当演员，有代表作，但是最出圈的还是他的三如真言吧。啊，李成儒老师这一生呀，可以说是如日中天，如雷贯耳，如梦幻泡影啊！他的悲伤也算逆流成河了。欢迎成儒哥。王晶导演啊，总被吐槽是烂片导演，现在转型了啊，开始做八卦博主，做了个短视频节目啊，报明星的各种各样的旧事，在背后说人真的不好。以后您就把人叫到这儿来，你当面说，当面爆料，节目的名字就叫王晶和他曾经的朋友们。倪萍，多年的央视主持人，我的前辈，主持过10几届春晚，脱口秀大会第1季第1期人家就来了，第1季第1期，那个时候倪萍姐身体不好，走路还需要人搀扶。这几年我看她上各种综艺啊，为她感到高兴。倪萍老师也是好起来了。张凯丽，著名的演员啊，演得非常好，拍过很多戏啊，从国民媳妇儿一直演成国民妈妈。你说戏里的妈妈演那么好啊，生活里总喜欢别人叫她妹妹。凯丽妹妹，哥哥比你晚生了10年，叫你妹妹是不是会显得我这个哥哥没大没小的？品牌挚友范志毅哥哥啊，各位，这是真哥哥，比我大一点。今天你就是凯丽妹妹的大哥。好，我终于做大哥了。哎，终于做。这次来的脱口秀演员又是胡兰和小慧。为什么说又是呢？上次刘晓庆的那期就是他俩，就感觉他俩吧，就特别喜欢交老朋友。哎，马上让我们有请第一位演员，掌声欢迎我们的老朋友胡兰。得罪了，得罪了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胡兰。前段时间我们录了一期，也看了对吧？刚才也说了，就是刘晓庆、张纪中的那一期，是吧？看了啊，录得很好。然后节目组就刻舟求剑，
这次又找来了倪萍、唐国强、李成儒、张凯丽，这都不是刻舟求剑了，这是变本加厉了。我们现在这儿都快成银发经济的试点单位了。我真心觉得说，我们这种节目性质找这些老艺术家来，我觉得节目组就没安好心，我就怕这些老艺术家们不明就里被骗过来啊，吐槽人家，说的人家哎呀很难受，多不好。后来一看，啥不明就里，这里面除了凯丽姐，其他人之前全来过。王晶导演，我们所有脱口秀节目加一块儿已经来第5次了。虽然吧，我们可能也是没安好心，但反正吧，他也是没憋好话。成年人嘛，大家都是将计就计。你想想看呢，这些人能在娱乐圈几十年，哪有单纯的小老头小老太太？但其实就是苦了我跟小慧，也要吐槽老艺术家，就派我俩。刘晓庆那期也是我俩嘛，为啥呢？脱口秀演员其他人不愿意来。说唱那期你们看了对吧？为啥派了4个脱口秀演员？因为我们知道说唱圈惹得起，你知道吗？但我实话实说，我对这些老艺术家们不想吐槽，都是尊敬，真的都是尊敬。就别说他们了，你说我走在路上碰到是一个70多岁的老头老太太骂我，我都不敢还嘴，我都不敢有眼神的交流，对吧？你说你在路上碰到过30、40岁的人在街上骂你，你就觉得有病啊；碰到一个70、80岁的人在街上骂你，你就觉得有诈。所以说啊，你说今天一会儿万一我有一个过激的言辞，可以打我，可以骂我，但不要讹我。而且我不是奉承他们，我觉得现在这个节目是这样的，就是敢来的呢就没有真槽点，对吧？有槽点的呢他就不敢来，有槽点又敢来的呢我们不敢请。这个就叫节目不可能好看3角。现在娱乐圈都是反着的，你看年轻人都是滴水不漏，年纪大的口无遮拦。你像我们这种节目，你找个年轻的一沟通都是这种，哎呀这个不能提，这个不方便说。你像他们都是问我们说这个为啥不能说呢？我说是因为别人的事儿我们没请，人家当然不能说了。弄稿的时候都再三跟我们确认说就只能吐槽在场的人嘛。我们说我们好歹也是正经节目，又不是营销号，对吧？啊，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今天请这些老前辈们过来，少吐槽，多学习，学习他们怎么在波涛汹涌的娱乐圈屹立到今天，甚至还能翻红。你比如说李成儒老师回到大众视野就靠怼天怼地，李成儒老师出来之前，娱乐圈没有暴躁老头这一挂的，对吧？这也开创了一个新品类，这厉害。咱传统讲究是啥？是和气生财。李成儒老师啊，发现生气也能生财，厉害！李成儒老师就开始在节目上天天气不打一处来，然后就开始八方来财。李老师老北京，平时带个扇子，人家扇子上写的都是莫生气，他扇子上写的是要生气。人生就是一场戏，愤怒就是生产力。我不是乱说的，你看他自己嘴上说如坐针毡，如坐针毡，但身体很诚实，对吧？在那录了好几季。我说不是如坐针毡吗？怎么还在那儿呢？我说是被针毡钉在凳子上了吗？后来他不去录了，是人家观众不乐意看了，而且观众是那样，一开始觉得你敢说真话很喜欢，后来发现你不是敢吐槽人，是爱吐槽人。所以说人这个发心很重要，你知道吧？你说敢问路在何方，这就很霸气。你说你天天爱问路在何方，这就是纯唐僧，就是话多。你看，加错了。唐国强老师这些年靠啥？靠着是虚心靠近年轻人的文化，造成这个反差感。你想想看。人家这么大的成就，这么高的辈分，还愿意跟我们玩王者荣耀，还愿意跟年轻人、跟时代少年团玩到一块儿，已经非常非常好了。
叫错几个名字怎么了吗？你能接受？咱不说别人，你就说我敢叫错人小孩的名字吗？不敢。我跟时代少年团一起录过节目的，我们一起跑过步。我在没有100%的把握的情况下叫对人的名字，我都统一叫弟弟。而且唐老师是越玩的不好，越搞不清楚名字，就显得人就越可爱，对吧？大家就爱看这个。你想想看，唐老师是啥脑子？诸葛亮几个名字能记不住吗？故意的，很可能就是故意装的。晚上一回家一复盘，就哎呀，好险啊！今天差点又叫对了。说下次一定要记住了，要把这个叫成那个，那个叫成那个。唐老师有一把扇子，对吧？上面就写着莫叫对，人生就是一场戏，叫对名字没收益，难得糊涂是绝技，对吧？真是。而且你再说了，人家平时都是演皇帝的，人家在乎什么，对吧？哪有天子继臣地，朕想叫谁朕随意，对吧？真是。王晶导演靠的啥？靠的豁达。王晶导演就特别通透。王晶导演拍一个电影，他靠电影赚一道钱，然后把拍电影这些故事八卦拿出去到处说，再赚一道钱，再因为拍得太烂到我们这儿挨顿骂，再赚一道钱。一鱼三吃了。而且王晶导演实话实说，这不是我们的第一选择，这我们请了别的嘉宾把我们割了我们临时去找他。他人特别通透，他不会说哎呀现在这时候想起我来了，没有，正常给钱就来。他也不会觉得说哎呀怎么不尊重我，钱就是最大的尊重，非常有原则。你看以前那些港片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不会这边说钱带了吗？说没有，但我带来了很多尊重。倪斌老师这样，我们要学习啥？学习人家说话的艺术。你别看人是春晚的主持人，他把好话全都留在那个舞台了。他在别的地方说话不是难听，是艺术，你知道是艺术。他在那个《再见爱人》里面，别人都是吐槽杨紫，只有他夸杨紫。他跟杨紫说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之前都不知道，说你还有一颗做事儿的心呐，啊。”他就像你那个钱呀、房子、孩子以后的费用，肯定都安排好了，是吧？杨紫听完特别骄傲，连连点头。倪萍老师话锋一转说：“哦，既然都安排好了，那黄圣依满意的话就可以分手了。”厉害哈，对吧？你就上去咣咣给人一顿夸，然后人家夸顺杆就往上爬，等人爬上去之后，他就把杆给点着了。人家能怎么办呢？往上爬的就更快了，对吧？还是我们节目学以致用，我们现在也是这么请嘉宾的。我们去见嘉宾都是：哎呀，老师，我特别喜欢您，您这个艺术造诣啊，哎呀，您这个胸襟啊，那吐槽你几句没事吧？这个战术就叫循循善诱敌深入。啊，张凯丽老师，我没什么好吐槽人家的吧？我妈跟我说了，让我少说几句。她小的时候特别喜欢你。最后，我代表我和我妈祝各位老师身体健康，生意兴隆，继续在波涛汹涌的娱乐圈老人与海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呼兰。得罪了，谢谢呼兰。哎，呼兰，我发现就是你吐槽岁数大了，确实有一套啊。现在讲完了，是不是心里面踏实了？最起码今年肯定没人讹你，放心啊。下面要上场的岁数大的，我特别尊敬李成儒老师。李成儒老师在《大腕》那个电影里面有一句台词特别有名，说房地产的不求最好，但求最贵。没想到这句话最后的结果是荼毒了娱乐圈。后来拍戏找演员也是不求最好，但求最贵。大家就忽略了一件事儿，这句话是个精神病人说的。让我们掌声欢迎精神病人的扮演者李成儒老师。
大家好，我是李三如。开个玩笑，我叫李成儒。我这人平时喜欢开玩笑和收藏。栏目组说今天专门给我找了几个几件老物件。咱北京爷们儿什么老物件没见过，是不是？啊，我到这儿一看也没多老啊，还不如我呢。听说这个栏目就是请人过来相互吐槽的，这事儿我们北京老头儿要脸，做不出来呀。不过来都来了，我就随便说一下你们。范志毅，哟，上海人。我跟你们说，《繁华》里都是瞎编的啊，里面主角李李根本不会做生意。要说做生意，还得看我这个北京李李。我们家老宅四合院在故宫边上。我可是地道的老北京啊！最怕刮西南风，每次刮西南风，我那风筝就挂到故宫的角楼上了，很麻烦。为了放风筝，我就搬到北五环以北的天通苑。他们说那是北漂聚集地，不重要。虽然我离老北京远了，但是这帮北漂的孩子离老北京更近了。我个人的一小步，却是他们的一大步。王晶，香港影坛不可或缺的一个人物。我在一档节目里点评过王晶导演，还好不是作为参赛作品，要不然就是全场最差的了。他高度肯定了我的点评，回头就跟人家说我喜欢端着。你们别看他外表很憨厚，其实左右逢源，是一只老胖狐狸。还好不是北京狐狸。倪萍，山东大妞，我们俩挺熟的，她还去过我家吃过饭，走的时候拿走了一袋子鸡蛋。我说我家这么多古董字画，你拿鸡蛋，瞧不起谁呢？看见那大八仙桌没有？上面那30个鹅蛋你拿走，鸡蛋黄。北京爷们就是这样，一码归一码。自家的鹅蛋再大，我都可以给你，但鸡蛋那是我在超市抢的。倪萍其实也没白拿啊，在我这儿给我画了3张画，虽然画的不怎么样，但我觉得倪萍这人挺实在，一上来先把丑画放这儿。张凯丽当年《渴望》一经播出啊，万人空巷，小偷都不工作了，要回家看《渴望》，犯罪率直接下降了30%。但是很可惜啊，这么好的一部戏，它不是我演的。张凯丽是好演员，是那种戏里戏外都在演的好演员。最近为了演好莫言的首部话剧，减重8斤，这不算什么啊。之前有角色需要我减肥，我1个月就减了30斤，也没做什么嘛，就是得了癌症。大家先别开心啊，最后是误诊。他之前还代言过一个鞋，说是给老人穿的，我没穿过。不是我不老啊，是那鞋太年轻了，我只穿老北京布鞋，这才是真的老。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31年，那一年是雍正9年，在场的可能只有唐国强穿过了。今天来的人都离北京挺远的，倪萍600公里，范志毅1300公里，王晶2400公里，唐国强住在宫里。以前想见皇上一面可不容易，只有2条途径，一条就是寒窗苦读参加科举，乡试、会试、殿试才能面上，另一条途径就比较简单了，行刺。今天好不容易有机会，高低得说您2句。唐国强，您吉祥。整个一皇上专业户啊，
您瞅他演过的那几位，李世民、宋仁宗、成吉思汗、朱元璋、雍正，你还叫什么唐国强啊？你叫唐宋元明清不得了吗？唐国强当年被批评是奶油小生，一度接不到戏，就靠着自己的坚持，熬出了一部部作品，熬成了现在的老艺术家。这说明不管外界的评论如何，很重要的就是你自己得熬啊。就像真材实料熬出鲜的海天蚝油，他是真会熬，给鲜蚝熬成蚝油，加一点就好鲜好鲜。唐老师遇到海天蚝油有点晚，不然你当初就是好鲜好鲜的蚝油小生。今天我一直在提北京，真实原因是栏目组让我演一个讨厌的北京老头。如果你们讨厌了，那就证明我成功了。但不得不说，我人虽然不怎么样，但演戏那可是没得说。而且我认为这是演员应该做到的。我今年虽然70多了，但我的工作态度只有12个字：不给组里添乱，出色完成任务。最后再说2句，虽然我这个北京老头不怎么样，但北京是真好啊！北京欢迎你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谢谢大家，我是老北京李成儒。成儒哥的这个表演真的很有特色，成儒老师就是讨人厌是演的，你演技真好，太讨厌了。那下面我们就马上要上场的诸葛亮、唐国强老师，说他最近老和时代少年团一块玩，上那个综艺，想没想过一件事？唐老师独自一人就把时代少年团的平均年龄拉高了10岁。就网友就说的那话呀，说哎呀，都不是一个时代的，非要蹭，太难听了。什么叫不是一个时代的？就不是一个世纪的。掌声有请上个世纪的唐国强。大家好，我是唐国强。谢谢。哎呀，听得我是热泪盈眶啊！节目组找我的时候啊，跟我说：“唐老师，跟当年一样，你是主咖。”我来了一看呢，这真是，这座次我也就是个主陪吧。不过我没被骗，我就是冲着录综艺来的。哎。综艺是个好东西，演皇帝都不如录综艺，你懂的。我最近确实跟这个时代少年团啊一块儿工作比较多。有人说我蹭他们的流量，你分得清他们吗？何止是分得清啊，他们年龄我都门清。马嘉祺过完生日了，23；丁程鑫24；宋亚轩21。不对，马上他就要过生日了，马上22。小宋，老唐在这儿祝你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！ 哎呀，歪逼来了！屏幕前的朋友们，和我一块儿发弹幕，我们一起送祝福，好不好？其实我说，年轻人对我们老年人呐，这波人呐，还是蛮包容的。所以说，李成儒，成儒兄，你怎么就那么不受待见？你得
反思啊你！你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吗？好为人师，而且絮叨，什么如这个如那个啰里吧嗦的。我说你啊，就一个如字够了。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四合院主人。你天天炫耀自己住在故宫边上，试问紫禁城这块谁比我更熟啊？你所谓那个故宫边上就是我们家隔壁小区。我还纳闷呢，怎么老有个像土鳖似的风筝挂在我们家外墙上？原来就是你小子干的！来人呐，把这丝跟那个土鳖风筝统统给我拿下！说到录综艺，咱们都得学范志毅，他可以说是体育圈跨界综艺的第一人，真正的文体两开花。我呀是特别欣赏范大将军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一定派你去镇守边关。哎，是你守啊，不是镇守。守他一辈子，别回来跟我抢综艺。王晶导演，久闻大名，如雷贯耳，全才呀，编导演制片全都干。最近在短视频上爆明星八卦，要不说呢，这强者从来不抱怨环境，能上能下，狗仔他也能干。我都怀疑他的人生梦想从一开始就是干这个，这一切就说通了。别怪他拍烂片做生意，人家心思根本不在这儿。所以说，当今最牛的狗仔，往往是以王晶的形式出现的。张凯丽，我的小老乡，李成儒说的是真的。当年《渴望》播出的时候，小偷都消停了，连李成儒都老实多了。后来啊，他又出来演这个反腐大剧，艺术追求与众不同。别人接戏是看收视率，他是看犯罪率。你要问我张凯丽的演技怎么样，只能这么形容吧：重拳出击，专打坏人，连根拔起，国泰民安。最后再说说我这青岛老乡倪萍，了不得呀！当年科学史是闻者落泪。我跟他很有缘分，我们是在同一个医院生的，在同一个学校上学，现在连看牙的牙医都是一个，所以我一见他我牙疼。很多年以前呢，我跟他主持过我们青岛老家的春晚，可以这么说吧，他主持人这个职业生涯的第一份饺子就是我跟他一块包的。然后他就被央视看中了，去主持综艺大观。同为山东人，我嫉妒的要命啊！一进央视就大观了。对对。最后说点心里话吧，我也给大家包点饺子。这2年我们这些老梆子上节目啊，收获那么多喜欢还有点赞，确实挺意外的。上了这么多节目，也就是想给大家提供一些鬼畜素材。不求长生不老，但求赛博永生。谢谢谢谢。很多人说我们啊比年轻人还更放得开，
其实我们就是不端着。我觉得无论什么年龄，只要活得真实，无论什么时代，只有活得真实才能精彩。我是有资格说这个话的。从秦代到汉代，再到唐宋元明清，我都精彩过。我没有错过任何一个时代，更重要的是我没有错过时代少年团。我录综艺是因为我内心听到了时代少年团在呼唤。最后再郑重地说一句，小宋，老唐祝你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！ 要这样吗，哥哥？老艺术家呀，在台上这么谄媚。我声明啊，唐国强的祝福仅代表他个人啊，在这里我代表节目组祝宋亚轩生日快乐。还有其他的小哥哥们，不管你们的生日是哪一天，祝你们都快乐。哎，小友，能帮我拍个视频吗？朋友们，许久不见，甚是想念呢。唐宋元明清，每个时代我都没错过，但有个东西大家更不能错过。我说的是优酸乳嚼柠檬，最近上新了红心苹果版，真实果皮果肉，超有料，嚼得到。我还准备了一首歌 ，Happy New Year，Happy New Year， 嚼柠檬呀超好喝，酸爽有料，超有嚼头，3口让你好上头。你看你起的什么头啊？这是马上要上场的范志毅哥哥呢，录了好几场了，吐槽的状态越来越好，就是把节目当联赛打，把嘉宾当对手踢。掌声欢迎状态一直上升的范志毅哥哥。大家好，我是范志毅。今天这一期啊，真的压力蛮大，都是娱乐圈的老人，这些老艺术家啊，我不敢说，得尊重起来。让我来这样吐槽老人，哪有这个说法？真的，我以前球场上都不骂人的，现场都算是我的前辈吧。现在连小慧都是我的前辈。小慧老师啊，车间里有何可以找我？我在《繁花》里演过厂长。不光沪语，粤语我也会啊。靓女恭喜發財，恭喜發財，恭喜發財。王晶導演也踢球的，香港明星足球隊的守門員，他們對自己還號稱擁有全國最高身價的龍門。今天我一看王導，哎呦，小肥龍。谁不知道守門員是身高腿長的，靠的是活動面積大，王導純靠面積大。我之前也在香港踢過球的，那會兒香港電影蠻好看的，那會兒都是什麼電影啊？哎，功夫、無間道、新警察故事，跟王導一點關係沒有。王導這麼多年老說自己經歷過香港電影最好的時代，最好的時代用你說啊？今天我們在場，誰沒有經歷過？光經歷過有什麼用啊？你得拍呀！
唐国强，唐老师，我蛮喜欢的，形象正，演过很多古代的大人物。大人物不是谁都能演的。最近唐老师，哎呦，我没搞懂，跳扫腿舞，像这样扫，我跟大家来表演一下。哎，人，这个是啊。像这样，哎，扫，唐老师啊，这个一跳形象全破碎了。你敢想象诸葛亮在城楼上跳扫腿舞？哎，老百姓得怎么想？哟，这个丞相脑子瓦特了，蜀国要完了。倪萍老师。优秀的主持人，我很佩服。导演跟我说：“哎，别看倪萍姐今年66岁了，每天都运动，早上走几千米，下午动感单车，晚上还深蹲。”哎，我还没搞懂啊！你们说的是倪萍还是郎平？凯丽姐，我一开始也不认识，节目组给我看她之前演的那个角色，咦，老人。这个老哎，之前是滑冰运动员，后来转型做演员。今天我见到他，我是发现了，咱们运动员啊，最后的归宿啊，都是上综艺。你之前拍那么多电视剧都没有必要，要不说你是滑冰的，就擅长走弯路。凯丽姐不容易的，女儿20岁才让她喊自己妈，搞不懂。结果刚学会喊妈，又要人家喊她宝，你俩谁是谁的宝啊？又想女儿出道，又怕给女儿带来压力，既要又要，真要命。我也有女儿的，没什么好避讳的。其实真的，我去接我女儿放学啊，她同学冲着我就喊：“哎，呜哈呜哈。”旁边他爸爸说：“这是范志毅。”他同学马上明白了，范志毅，你武汉很好笑的。人家踢球的，国家队的啊，哦，踢球也这么好笑吗？哦，真的，我跟你说，我踢球肯定没有这么好笑，我也没有想到退役到现在又让大家笑出来。每次大家笑的时候，跟我之前进球一样，还是很爽的。但我也知道，在这场。都是内娱的老字号，我这还算是新人，新的东西大家有新鲜感，会喜欢一阵，但是老东西，值钱哎，真的，谢谢大家，我是范志毅。谢谢武哈老师的表演啊。确实吐槽吐得很好，所以大家看到范老师这不现在常驻嘛啊，节目组还是非常有眼光，吐槽吐得好，表现好就会一直在。好，写不出啊。太子也创作瓶颈了，这个主咖努力上进，能力全面，怪不得你这说托2期艺人都张不开嘴了。他9期全能，我女儿粉他，我可不敢说。要不爷，我女儿也是粉他长大的。到底是谁啊？是新一代飞鹤卓瑞，重磅升级，9维营养全覆盖，升级 HMO 组合专利，母源黄金配比，9大喂养效果看得见。飞鹤卓瑞还是太全面了，下期主咖全都靠他。除了武哈老师之外，还有一些朋友也是常驻。一直都在，豪门正统在海天，原汁豪肉熬出鲜。感谢鲜好鲜熬真材实料的海天蚝油冠名播出。怎么喝都好嚼，怎么嚼都好喝。感谢柠檬也能嚼着喝，只要3口就上头的优酸乳嚼柠檬联合赞助播出。下一个要上场的是我凯丽妹妹，她上过一个栏目叫《听解说》。在那个节目里面也演过脱口秀，那个表演风格吧，
就很特别啊，第一次说脱口秀，把自己给说哭了。所以今天我没有奢望观众会开心。妹妹，我就是希望呢，您今天啊不要哭哈，高高兴兴上台来，开开心心下台去，好不好？掌声欢迎，一定会坚强的凯丽妹妹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凯丽。这些年混娱乐圈也没白混，大家给了我一个称号“妈妈专业户”，你看看，多么厉害的称号！如果没有我，荧屏上全是孤儿，多么让人心疼啊！刚才邵刚叫我妹妹，别怪我哭啊，邵刚。有你这样的哥，能不哭吗？哎，邵刚这2年也不容易。去年邀请我一起去种地，我说哟，娱乐圈这碗饭你还终于吃不上了。他说不是，是我自制的一档节目叫《种地吧》，你看看人家多厉害。没有节目找人家，人家自己创造一个节目。人在娱乐圈这碗饭是自己种出来的。邵刚还不讲卫生，录节目的时候啊，指甲特长，里面全是泥。节目条件真艰苦，连个锄头都没有，纯用手刨啊，难怪指甲这么长。李成儒特别像个严厉的老师，竟到处批评我那些同龄的人，还说他的性格就是看到什么憋着不说就难受，但人从来不说自己是电影学院业余班毕业的。这个你就能憋住了，这个不说你就不难受了，这个不说我难受。反正我是正经科班出身的。英雄不问出处。你渴望的那个导演赵宝刚就是我们班的，都是业余班的。评价别人的时候，他那词儿是一套一套的，如芒在背，如坐针毡，如鲠在喉。哎呀，您这用词儿真儒雅。我看你上综艺上的挺勤的呀，你一上综艺节目，那可真是如鱼得水，如痴如醉，跟人导演是如胶似漆，如影随形。你今天来到这儿也算是如愿以偿，如临大敌。不好意思啊，李老师，诚如，你看看我就是看到什么憋着不说就难受。哎呀，我非常喜欢范志毅。哎，人涉猎广，足球、影视，我以后找女婿就按范老师的标准找。这要一结婚可不得了，又会踢皮球，又会演戏。我女婿就是好，我女婿天天上综艺，不踢足球怎么了？你看人不踢足球以后，人家马上赢越南，您的重要性可太大了。但是范老师有一点不好，就是走到哪儿都端着肩膀。我说你肩膀为什么天天架着呀？中国足球的担子您不是卸下来了吗？
倪萍好啊，我的老姊妹儿，特别像我妈。哦，没有说您絮絮叨叨、婆婆妈妈、蛮不讲理、让人讨厌的意思。主要就是说您特慈爱，会关心人。我呢爱哭，他爱把别人弄哭。有次我发了个朋友圈，他在底下评论：“凯丽，你可真是个好人呢。”我说我谢谢你啊，你看看人老艺术家说话真是好听，老说这种人早就知道的事儿。王晶好，拍的戏多好啊，20多天拍一部戏，失恋33天人都拍不了。他拍戏主打一个环保，拍完一部摄影机还剩20%的电，有时候都不用摄影机，片场监控就行。王晶现在不拍戏了，过年都没有贺岁片看了，真好啊！我觉得不看就不看吧，大家大过年的都别生气，过个好年。国强老师好，跟时代少年团打成一片，蹭到热度了吧？真为您高兴，跟您同龄人玩的可好？你听听，这什么佳琪、程心、亚轩、国强，听着就是能玩到一块儿的人。他说自己跟孩子们一块儿玩，一块儿成长，今年73，真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纪啊！听起来成长的空间还是很大的。这个节目好，真好，今天请到的嘉宾也都特别好，真羡慕他们，真想像他们一样放纵的活一回。这期的主题也好，现在啊都说我们这些人有活人感，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呢，看到这3个字是字面上的意思，我一看就想，真好，真吉利。最后我想说啊，我觉得现在的人还是太保守了，大家叫我妹妹挺好，我不想老给人一种德高望重、高高在上的感觉，称呼也没有必要被年龄限制住，您说是吧？诚如宝宝，国强弟弟。之前有一次穿丝袜，大家也颇有微词。大家要知道，我已经穿了40多年了。我除了是个演员，我还是一位爱美的女性朋友哦。爱美有错吗？对，没有。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，每个人都有爱美和穿衣自由的权利。你们看邵刚，表面穿西服，里面内搭是什么，谁也说不好。本来今天我也想穿丝袜来着，但一看这儿，算了吧，我还是德高望重吧。谢谢大家，我是今天选择德高望重的凯丽妹妹。哎呀，感谢凯丽妹妹的表演，真好！而且大家是不是再次发现了一个特点？我们这个老人场，脱口秀表演带随时互动的，这有演的，那还有点评和提问的。你们太不可控啊！但是确实，凯丽妹妹刚才说那句话，我特别喜欢，就是称谓不要被年龄限制，是吧？下面要上场的，
我王晶弟弟。